纳吉的特色，就像我所说的，好像有很多具有改革思维的朋友们，好像是不太同意的，但是被不同意到好像10年前啊，或者是7、8年前那样，能够激发大家走上街头穿红衣啊，去示威，很坦率的说，不知道那个程度了。因为现在当政府的到底也还是，就说当年这些人所支持的这个政府，甚至有些当年穿黄衣上街的，现在都当上部长了啊。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制作的自由时事。今天我们要来聊纳吉的特赦案。那么其实呢，在农历新年之前，也就是2月2号的时候呢，特赦局就宣布说，前首相纳吉的这个刑罚获得减半，那他的监禁12年呢，减到只剩下6年啊。那这个罚款2亿1千万令吉呢，减至5000万令吉啊，那如果没有办法缴交这个罚款的话呢，这个监禁的这个刑期就会增加1年。那么其实纳吉的特赦在宣布了之后呢，其实社会上有很多的议论啊，那当时我们就在思考说要来讨论这个议题，但是我们想先放一放，让整个的事件比较冷却之后呢，大家能够理性的来探讨。那特别是因为这个课题它非常的敏感啊，现在呢我们也看到了说，各界有很多的说法跟争议，然后大家也可能现在也比较在很多的这个论战当中，其实很难去针对政党，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会遭受到的一些影响，到底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很着重来探讨的一个问题啊。那另外就是说，其实在这次的特赦之后呢，有人就认为说，西蒙一直以稳定团结政府而做出各种各样的妥协，那大家是否还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借口呢？那安华选前高喊的打击贪腐，是否也沦为政治口号而已呢？很高兴的再次的请到了胡一山博士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聊聊，欢迎你，胡博士。大家好。那其实我相信呢，对于这个西蒙的这个支持者呢，大家肯定是很不高兴的啊。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方面，在巫统他们的这些支持者，他们是非常的兴奋的啊。现在其实这一次有人有些评论就是说，这次的特赦案呢，对于巫统来说，其实巫统是一个大赢家啊。虽然不是无条件的特赦，马上从这个监狱放出来，但是终究是给巫统的支持者一些的交代跟希望啊。博士，你觉得纳吉的这个特赦是否对巫统比较低迷的这个气氛，其实带来了一些鼓舞的士气呢？看起来某种程度上，纳吉的这个所谓的好像部分的这个特色呢，的确给巫统的许多支持者啊，一些领袖呢，好像带来一些鼓舞了。那么当然他们是希望的，就说纳吉能够得到完完全全的这个特色了，就说马上可以出狱啊等等。那个罚款方面那个就再看吧。不过主要就希望他赶快出狱了。那么希望他赶快出狱的主要原因呢，我想当然也是希望他某种程度上能够，虽然不是说做回巫统的主席了，巫统现在有这个主席这个 Zahid 呢，可是某种程度上能够，比如说好像他之前的这个 Bosco 的这个全国走透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好像也当时也为巫统在几个州选里，比如说马六甲州选啊，这个柔佛州选啊，都成功的使到巫统几乎是大获全胜了。所以当然他们就希望纳吉能够早一天出来，然后能够为巫统再一度的带来一股这个所谓的 Bosco 旋风啊、纳吉旋风啊，或者是巫统的这样的一个旋风了。所以的确看起来好像巫统里是蛮兴奋的。是巫统是蛮兴奋的，但是很像西蒙内部的这个气氛，包括在公正党或者是在民主行动党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包括了像是陆兆福，他也提出说希望党员们呢不要再去讨论这件事情啊。那甚至也有一些的学者认为说，现在应该要政治降温似乎不太希望大家继续的去讨论啊。如果我们又再回到看到巫统的这个声音的话呢，巫统现在就像刚才博士你讲的啊，他们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希望说是可以全面的特赦。你觉得其实全面特赦的机会高吗？其实
如果他现在已经得到了这个所谓部分的这个特色哦，那么应该不会就说马上再过几个月又来一个全面特色了，可能还要等上几年了。不过再等上几年的话，他也差不多可以出狱了哦，因为他现在经过这个部分特色之后刑期减半嘛，就剩下好像6年左右，再加上比如说狱中行为良好啊等等，做了4年的这个监牢，可能就可以出狱了。那么现在做了都好像有1年半了嘛，所以再过1-2年，等到下一趟再审议说是不是要特色的时候，可能他都差不多可以出来了，所以那个意义可能也就不大了。其实现在西蒙他在纳吉被特赦这件事情上面是受到蛮多的批评的啦。那很多人都期待说之前所承诺的这些改革啊，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做到？我们看到除了 Zahid 之外，那现在这个纳吉又被特赦啊，所以很多西蒙的支持者是很失望的。但是安华他就表示说，这个特赦跟他没有关系啊，他说这个是最高元首的权利跟他无关。这样子的说法，其实部分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那当然也是有些学者他们出来翻开宪法啊或者法律，就说其实这个是首相是可以建议的。所以似乎有部分人是不太认同说这个是首相跟这件事情完全无关。你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纳吉的特赦，对于西蒙未来的支持度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首先，严格上来说，要不要特赦一位囚犯呢？的确是这个最高元首的这个权利了。那么这个所谓宽赦局啊等等，那么元首是会主持那个会议会开会，不过其实他们提供的也就是一个给元首参考的意见呢。那么元首还是可以决定说要不要接纳意见呢，这是元首绝对的权利。而且如果我们听这是纳吉自己的律师自己所说的，他说好像前任元首好像本来是要完全宽赦这纳吉，不过在这个宽赦局会议上有人提出一些抗议啊什么，所以那宽赦局的这些成员是谁呢？有一些也是这个现任政府的成员嘛，所以那意思说现任政府是有提出一些抗议啊等等一些就说不同意了，所以最后才可能有这个就说大家折中的一个这样的做法，所谓的部分的这个宽赦了。那么我们说到说对于这个西蒙的这些相对比较具有改革思维啊，比较具有进步思维的支持者们来说，他们当然是我不敢说义愤填膺了，总之很生气了哈，说纳吉的这些贪污啊滥权罪行这么严重啊，竟然还有减刑啊等等，那么会不会影响到以后他们就不支持西蒙呢？我看可能会影响到所谓的变成消极不支持啊，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可能以后的某项州选啊，或是全国大选啊，假如了他们的记忆力还有那么好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选民的记忆力未必有那么长远的，假如还有的话，那么可能躲在家里不出来投票了。他们应该不会夸张到说把票投给另一方了，因为他们觉得另一方可能对他们来说更不喜欢了，所以可能躲在家里不投票。不过躲在家里不投票的话，那么另一方的选票高，那么等于你是投给另一方了。了解。那其实现在呢，也有一些的公民团体啊，像 Bersay 他们就表示说要有100%的改革啊，认为说这种妥协的改革是没有办法被接受的。那我们也看到说，其实就在我们录影的这个隔一天，就是明天呢，他们要去国会啊进行一些的示威啊，或者是去呈交一些的这些备忘录。那其实你认为说，其实纳吉这次的这个特赦，你自己感觉啦，其实民间的愤怒是不是有强到说，真的大家还是会像之前 Bersay 这样能够就是号召很多人走上街头去进行这个示威以及抗议，看起来很像 Bersay 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念头，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啦。但是你觉得，其实纳吉特赦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能够激发人们再次走向街头呢？纳吉的特赦就像我所说的，好像有很多具有改革思维的朋友们好像是不太同意的，但是被不同意到就说真正好像10年前啊，或者是7-8年前那样，能够激发大家走上街
街头穿红衣啊去示威，可能也很坦率的说不知道那个程度了，因为现在当政府的到底也还是就说当年这些人所支持的这个政府，甚至有些当年穿黄衣上街的现在都当上部长了啊，是不是？纳吉的这个特色啊等等，你这个政府是无法所谓力挽狂澜哦，即便你多么的不同意啊，是元首的权利不是你的权利嘛，这是一个分权的做法，你就是没有权利去阻挡的嘛，这个是元首的绝对权利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咯，你硬硬的去责怪这个政府，那个可能也是有点问题了。不过可能他们也觉得很有问题的，就是有些人的这些贪腐罪行会被大力的去追查打击啊等等，那么另一些人的这些也是贪腐啊、滥用职权啊这些罪行这些指控了，不敢说罪行，可能就被所谓的网开一面了，没有认真去调查等等。那么这些的确是一个不满的，不过会不会就说严重到需要上街穿黄衣啊等等，可能坦白说也不至于了。那么这种东西是的确是很微妙的，因为你看呢，在一个好像我国这样的一个国家，以前是长期的可以说是一党专政嘛，是不是？现在政治舞台上比较显著、比较领先的一些人物，包括安华，包括就说 Zahid 啊，以及其他反对党的一些人物，甚至包括前首相慕尤丁等哦，当时全部都是在巫统底下的嘛，对不对？他们甚至还是曾经结过盟的一些政治盟友啊等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当时的氛围是怎么样呢？我们也生活过那个年代，也知道在那个年代贪污腐败啊，真的是一个政治主流来的话，是不是？所以假如人人都有份呢，那么当然在某一个时期我当政，我当然是要对付我的一些政敌嘛，就是说其实人人都有份，就是说这些指控假如你抛向某人，某人可能都有份的，可是刚好我现在当政，然后你是我政敌，我不先抛向你咯，说不定现在这边你当政你也抛向我的嘛，这个是就是说不止在我国，在你看好像在韩国啊等等呢，也都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嘛。不止在韩国，包括了像泰国的前这个领导人啊，似乎也是一天牢狱都没有做过啊。所以就是即使大家可能更加客观跟冷静的去看待这件事情的话，我们也会发现说，可能要继续看的是各政党内部的一些的所产生出来的后续的一些效应，包括了像是公正党的前副主席苏仁登，因为公正党他觉得好像没有履行这个改革的诺言哦，所以他宣布要退出公正党。那前反贪会主席拉蒂华也呛安华，不要把特赦纳吉的案件推诿给元首等等。其实我们有看到说，过去传统上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 ally 啊，现在有出来批评他们。那你觉得公正党会被这件事情所动摇或者是影响吗？ OK， 首先这几位出来批评的，当年都是蛮著名的所谓社运分子、社会运动分子，他们参加过很多种非政府组织啊，也领导过很多，所以对他们来说的确是很义愤填膺的，可以理解的。即便他们后来可能也入朝当过一些官啊等等，可是觉得他们的整个壮志未酬啊，这个我是可以理解，是政治现实，就是这样了。如果你说公正党啊，公正党是一个可以说是。有人形容美国社会是一个好像一个的这个沙拉的大盆这样，公正党也是一个沙拉大盆哦，就是说很多当年的各种的在政治上在社会上的势力分子都加入公正党，有些他们对这些社会议题比较着重，有些对经济课题啊等等，所以就说当这一部分的这些公正党的这些党要他们对就说对某项决策不满，他们甚至可能退党啊等等，甚至天踹也这样做过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有没有影响到公正党，然后就从此一蹶不振呢？我想只要安华还在一天，公正党是不会一蹶不振的了。那么安华走了之后啊，那个就难说了。不过我想补充一点呢，我们只把那个焦点放在比如说公正党啊、行动党啊，我们刚才所说的一片欢乐、一片兴奋的巫统啊，里面也很微妙的啊。你想想看，比如说今天纳吉真的是现在就走出来了哈，那么 Zahid 即便是跟他很好兄弟、很好盟友啊，
你想想看这个Zahid心里面会怎么想哦？就说分分钟我会被取代了的，这位置要还给他哇，是不是？那么也不好过的，所以政治是很微妙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片欢乐，我们就可能会忽视了里面的一些非常微妙的一些党争啊等等。同样的，我们看到好像一片哀鸿遍地啊等等，我们就可能就忘了说，这可能也是一个转机啊等等哦，是吧？是，对，我想是转机或者是危机，我们要继续观察下去。包括了现在我们也看到了说，在西盟内部也有很多人讨论说，现在包括安华。他做出了很多的妥协，因为要维持所谓的团结政府的稳定嘛，所以他就必须要做一些政治的交换。那但是这个交换来交换去，究竟对于西盟来说，究竟有没有交换到好处，还是每一次交换来的都是西盟饱受批评啊？就是博士你怎么看西盟的这些交换值得吗 ？OK， 我首先的这个交换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保住政权嘛，所以只要政权能够保住啊，这个肯定是成功的。我政权能够保住的话，你即便再怎么骂我啊，我还是保住政权嘛。可是第二，政权这个东西啊，现在啊是能够多一天就多一天了。就说你今天能够做一些东西，以便挨过今天了，到明天呢，那已经是很大的成就，很难去设想说什么我们在下一届大选会狂胜啊，甚至说我1个月后、3个月会不会做政府啊，那个都是一个设想啊，因为。就说这个政局的不稳定性是超乎我们想象。就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也有许多的一些政要们啊，在讨论啊，在做各种交易啊等等哦。所以博士，你觉得说现在即使政局还不算特别稳定嘛？就是这个，因为我们听到很多西盟的朋友都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有信心可以做到届满啦。你觉得？就好像各种的事迹了，比如说我们叫做此地无银300两了，是不是 ？OK。那我们特地要去提醒一项东西的时候，那一次说我们对那项东西的信心是不大的了。对，对，其实我们也看到真的是有蛮多的危机啊，危机四伏，然后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团结政府，是结盟，只要有其中一个政党他退出的话，那这个政府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的持续运作下去哦。但是我也想要来聊聊寒蝉效应这件事情，因为这一次行动党的这个前议员潘检伟啊，他因为针对了这个首相纳吉的这个减刑的这件事情，他在脸书上面有做出评论，然后就被指说他涉嫌侮辱王室啊。那么他最近在社交媒体上面也表示说，希望大家祝他好运啊。那其实博士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啊？这是不是一种的杀鸡儆猴呢？就是大家你们都不可以讨论的话，我就要对付你们。首先，我们要注意一点呢，既然在泰国啊，这个军方的势力是很强大的，再加上王室的势力啊等等。那么在我国呢，军方的势力不很强大，可是警方的势力是很强大的。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有时候警方可能会采取一些他们认为必要的正确的行动，那么这些未必是当朝的政府就说指示他们去这样做的，所以这个国家的是很微妙的，在这种情况下，倒也不是完全不能够讨论了。我们现在不就在讨论吗？其实对，但是看你讨论的这个方向，有人认为潘检伟不太够聪明，你觉得呢？就是他不应该用批评王室的方式来讨论这件事情。潘检伟是受过深厚的这种西方民主自由的熏陶，我们用福建话说叫昂摩迪了，所以昂摩迪的人在这个这么可爱的社会，想要就是说走更远的路，就会比较辛苦了。OK， 好，博士，其实你在这个国际间呢，也是长期游走以及观察国际政治啊。那我们也看到说，很多国家的这个领导者他在被控告贪污或者是腐败之后呢，总是被从轻发落啊。那特别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就发生在泰国啊。那但是这种情况，可能很多人都会问说，会不会给民间或者是给政治人物他们传达一个错误的讯息啊？就是没关系，反正我可以尽情的贪污，我可以尽情腐败，总之以后我可能都会被特赦嘛。
坦白说，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贪污腐败是整个社会、政治、商业等等运作的几乎是不可或缺的一种润滑剂了。说润滑剂可能都说得轻了，就可能这主要就是那个染料啊，所以使到整个社会能够进步啊等等。我们看我们的一些邻国，不管是泰国啊，不管是这个印尼啊等等，那么甚至也包括我国嘛，当年的一系列的这种建设啊、发展啊等等，那么后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这种官商勾结啊，然后有人毒肥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嘛。那么最近当然就暴露出一些例子了。那么可是这些例子也只是所谓的冰山一角而已哦。其实当时几乎都是这样的。所以假如你要非常严厉的去把这种贪污啊、腐败啊等等去斩草除根的话，到时被斩草除根的应该不会是那些贪污腐败分子，而是那个想要去这样做的那个政党或者是那个领袖啊。所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叫贪污腐败是主流的一个氛围下，几乎各种的这些政治人物多多少少，除非真的是一股清流啊，可能都会某时某地某种阶段涉及一些贪污嘛。只是看他当不当权哦，他当权就他去查比其他人，他也不是去查其他人呢，可能只是说跟有关的这些执法当局说，哎，你们放手去查吧。那你执法当局你叫放手去查，肯定不会查当朝的最大的那位嘛，或者是当朝的一些主要官员嘛，是不是？还一定去查那些不当朝了的人，这也是有理由的哦。你去查当朝的一些官员呢，哇，那官员肯定是利用他的权力来阻止你这样做嘛，所以你一定是要去查一些就说已经不当权的人物了嘛。那么同样的，当那个政权，你看我国的政权整天转来转去的，到了那一边啊，那一边就查了就会去查这一边了。所以某种程度上是有一种平衡的，虽然我们觉得这种平衡是非常的好像令我们感到好像有点不适了哈，可是它某种程度上是有一种平衡的，因为我国的这个政权更替啊还并不是很成熟，没有说来回了几趟嘛，那么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觉得那心里还是有这种芥蒂了。是，其实贪污腐败呢，其实根本就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这个区域里面，我们看到盘根错节，你这样要去解决，一时半会可能也解决不了啊。对。那其实刚才博士你讲到说，它可能不只是一个润滑剂，它是一个引擎，可能听在很多人的耳里非常的刺耳，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既有存在的一个事实。并不是说我们就应该去接受，只能够说期望这个国家可以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清廉。那目前的现状是这样，我们可能只能够稍微接受，但是也不能够放弃说要去不断的让这个国家进步跟努力变成更加的清廉了。博士，最后你觉得扎西 DNA 一直到这个纳吉的特赦啊，这一整段，很多人认为说，可能我们政府的改革议程上面已经疲软无力了。那我们在未来是否还有可能看到一个廉洁有效率的大马政府？你觉得是马来西亚，有没有可能真的有一天走到更加廉洁？我想的，因为之前的情况实在很糟糕嘛，有 1MDB 对我来说也只是冰山一角嘛，是不是？然后比如说最近香港的一些电影啊，所拍到的情节啊，也是牵涉到大马的一些当年官商勾结的一些行为啊等等，所以当一个情况那么糟的时候啊，你能够做出哪怕是些少的改革，也总好过完全没有改革嘛。我想，英文有一个说法叫 lowered expectation 呢，就是我们那个期望呢，可能要降低一点，但是不是说完全没有期望了，就是说能够改善一点就一点。至于你说我国有没有可能以后会充满效率啊、廉洁啊等等，坦白说，我也只能够希望，比如说办事能够快一点啊，能够更有效率了。如果你说完全的连接，我看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东西，不止在我国，也在一些很多周边国家了。
就是在于连结跟效率上面，可能我们现在只能够比较去期待效率。我记得博士你在很多的访谈当中有提到哦，比如说如果跟泰国比较的话，他们贪污，但是他们有办事，但是我们可能就好像觉得是应该的，所以这种态度至少了要改善了，是吧？是。好，我觉得博士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呢，给我们一个很不一样的看法哦。好，今天再次谢谢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谢谢大家。正在 YouTube 收看的观众，大家可以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所有财经的影片。我们下次见。